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的周末。你忘了我们的新节目名字了？方兴未艾，欢迎大家收看方兴未艾。大家好，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名字还有不同的建议？对啊，叫什么名字？要改什么名字？叫甜言芳语。甜言芳语啊。你这算什么表态？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其实这个方伟每周一到每周六呢，都是要做这个晨间的叫早安美国。叫早安美国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哈，是 ABC 吧，还是 NBC 啊？它叫 Good Morning America 哈，所以呢。那我们翻成中文叫早安美国，那不是我跟他侵权了，这个中文他也没有注册，对不对？叫早安美国，每天早上给大家带来这个早晨的美国以美国为主的新闻。那晚上呢，就是我又会做一些叫做对谈节目、访谈节目。那么周一是天方夜谭，跟张天亮的这个节目；周二叫做远方对话啊，跟唐金远跟方伟。周三是那个叫做恒河跟方伟的，叫何方神圣。为什么不笑？周四呢还没有这个想好哈，然后呢接着还有这个周五呢，那就是早安中国哈，早安中国节目。那周六呢现在也还没想好哈，周七呢就是周天呢，我们就做这个叫做方兴未艾，方伟跟新田。为了爱还是还没有爱嘞？好吧，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对啊，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方什么？不是甜言芳语。甜言，那个是小龙女，我们的一位很好的一位观众说的，肯定是女生比较喜欢了啊。小龙女说的嘛，对啊，我觉得很好哎。好，不错，能让新田高兴就行。只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可是还有一个可是，甜到下巴都要掉了。好吧，今天这样，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新闻哦，跟大家去聊。那周末总想聊点轻松的啊，我先给大家看个录像好不好？不是录像，先看个照片。那个川普嘛，他现在干嘛你知道吗？先去以色列了。去以色列，他去以色列真的很光荣哎。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你知道颁奖啊，他颁完奖之后，那个得到奖的马查多也不能去，对吧？诺贝尔奖经常颁到人家也不去啊。他是不是故意的？那倒也不是，他没法旅行嘛，他旅行都会被抓起来的，会被这个。他是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嘛？对，反对党领袖。对，就算他去吧，也就是在挪威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那么一个会议而已，一个会议厅。然后有些记者问一问，哇，川普这次去以色列可不得了啊！昨天公开集会就50万人上街。哇哦！所以他要去的话，恐怕不要搞到60-70万、70-80万的有可能。所以呢，那是盛况空前。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阿拉伯国家也在庆祝。他说阿拉伯跟以色列啦，从来都是你庆祝我就很伤心。对，就没有同时会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对啊，从来没有的哈，就是谁庆祝另外一方就很不爽，肯定是很不高兴的。反之亦然，他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哈，双方都在庆祝，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叫做，其实他这个荣耀啊，比那个诺贝尔奖还要荣光多了哈。还再加上这个马查多说我把我的诺贝尔奖献给你哈 ，dedicate 给你哈。所以呢，更加是让这个川普得到了叫做双份的荣耀啊。好，那么结果呢，他在机场的时候跟这个记者上飞机跟记者说话，对不对？对。他说了一箩筐的，算了，因为我视频没来得及把它搂上去哈，我就给大家看个照片。这照片是什么嘞？这照片其实是他自己打个大伞，雨一直在下。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伞是个破伞呢。Really？ 你看是不是个破伞？你要看录像的，晃来晃去。哦，天哪，他那个连那个杆子都跟那个布都已经分开了。对啊，他那个破伞，他在摇来摇去的，你知道所以呢，这两个看法哈，一个就是川普打一个破，川普自己打伞，第二个是个破伞。你看我们怎么来理解啊？我们中国一个村官多厉害，怎么样？这么多人给他打伞，没有一个是破伞。人家把大衣一抖，这个大衣一抖完，两手一插，哎呀，所以在美国当总统不如去中国当村官正官哈，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哈。好，这样吧，我们来直入正题哈。昨天我跟大家讲，大家也有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就是中美到底是不是在经贸上要干起来？川普昨天已经说了哈，我加你啊，我现在再稍微往回退一步嘛。首先是中共祭出稀土管制，对不对？以前是管买稀土的啊，现在是管用稀土的。你买了之后，你只要用出来也被我管，就这么个情况嘛。然后呢，我跟你讲细节哈。结果呢，中共这个叫做祭出稀土管制的时候是一个突然袭击。你知道，格雷尔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雷尔说，我们没有收到事先的任何的通知。
结果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呢，他说我们马上联系中方，就打电话，说怎么回事哈？我们来说说看，你知道发生什么？怎么？中方不接电话哎，哇，很狠的，不接电话。所以格莱尔呢就说他们这是叫做 power grab，power grab 就是权力抢劫。抢权的这个意思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哈，因为中方他现在说了，他说是怪美国，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谈好了吗？我们谈了4轮呐，我们在这个日内瓦谈，在伦敦谈，在斯德哥尔摩谈，在马德里谈，不是谈好了吗？中方的意思就是说谈好了，双方不开战，你就什么都别动啊。那美国只是说我不跟你打关税战呐，我该做的一切还要做呢。就他做了什么呢？第一呢，他是把那个美国对中共的那个制裁管制名单上的那些公司啊，给他加多了一个制裁。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被制裁的公司常常再开一个子公司，再开个分公司，挂个新牌子，卖个旧东西，对不对？你就是钻漏洞嘛。对。那美国就寄出一个东西说，子公司、新公司，我这个分公司，一视同仁，我们也管，对对对，一视同仁。那中共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不开战了吗？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说，石油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因为伊朗总是把那个石油啊，就通过那个影子船队啊，就黑船运出去，90%运到中国去。那美国就技术制裁，说你这样不行啊，因为美国跟欧洲制裁伊朗，这已经发生的事儿了。在制裁下，你钻个漏洞，美国把漏洞堵起来，其中就制裁了中国一个炼油厂跟一个码头。那中国就很不爽，不是说我们互相不打仗了吗？你怎么可以干这个事情呢？你觉得有没有道理？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船停靠美国啊，这个美国现在要罚款，其实某种是关税了哈。那么他说，不是说不制裁了吗？这是4月15号就定在10月14号开始的，跟刚才那4轮谈判几乎是没有关系啊。人家早就定好国内的法律，你知道美国的法律一定啊，都就像火车一样的停不下来，一定要走的。这3个理由。他说：“因为你宣战，所以我就宣战。好，你宣战倒也罢了，你要不要先打个电话说我很不爽啊？是不是很奇怪？他就不说，他就不说，就直接就宣战，然后呢，这个格莱尔再去找他，他还不接电话。你说你要是咱们就说啊，咱们就想象自己是一家生意啊，跟另外一个生意伙伴，那个生意伙伴这么对待你，你什么感觉？哎呀。”你说这个脑子用的地方真是对啊，所以呢，就是所以川普才震怒，这就是背后的细节。川普才震怒说：“好，第一句话，我们收拾你们的东西还少吗？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加多100%的关税，我再加一个软件禁运。你知道这件事这话出来之后呢，这个周末就看什么？看中共的一个反应。如果这个周末中共说那好，我也加多100%的反应。”那算牛种啊，那就是跟以前一样，算牛种啊。同时呢，你说你这个禁运这个芯片，我就禁运稀土全部禁运算了，那算牛种啊。如果这样的话，明天股市一定是大跌。结果呢，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会议上，周末就是今天说，他就说他说这个出口管制并不等于出口禁令，合乎规则的合乎规定的申请将获准批准。说我们管制稀土呢，是管那种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那种产品但是对符合规定的出口许可呢，将依法批准。商务部也公开声明，前面是发言人说，或者是公开声明说，我们不是禁止稀土出口，而是完善管理程序。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服软，你知道？为什么呢？他没有加征100%的关税啊，他对于软件禁运也没有回应啊。关键是美国要加100%的关税，你知道中国连提都没提。一句话都没提，你说这是不是服软？大家说是不是服软？那显然就是不想跟这个美方开战嘛，对不对？因为这样，当然他话两边说哈，他那边话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不轻启战端，我们不想打贸易战，但是呢，你们要打的话，我们也不怕，反正话两边说哈。所以呢，我其实在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哈，我说这件事情有2个可能性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共算错了。他这个川习会要见面，先搞出很多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漫天要价，到时候拿着这些增加出来的东西，跟川普学啊？对，是跟川普学，是没错了。关键是人家是交易的艺术啊，他就是我叫做东施效颦，你知道？人家西施很美，人家交易的艺术天下无双，他就跟着学来之后就招来100%的关税打击。对，因为它下面没有基本盘，你知道吗？它没有底盘，它没有底盘逻辑，它就只知道我就升高那个价格，那就是很荒唐，你知道吧？所以呢，第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第二个可能就是党内斗争反美派要把美中之间的桥烧掉
这是两种说法哈。我其实在昨天节目中我说两种说法哪一种对，就要看这个周末和这个在4中全会以前的反应。如果双方讲和，双方要谈判，再来个第5轮谈判，那就是前者，就算错了。那现在美国就认为完全是算错了。你知道川普他今天怎么说啊？他说别担心哈，别担心中国，别担心，他是跟这个股市说的，不要担心中国那边哈，一切都没事的。他说备受尊敬的习主席，川普一说谁备受尊敬，那个应该就是脊背发凉哈。备受尊敬的习主席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时刻，这翻成中文呢，英文叫做 He just had a bad moment。还有一种翻译叫做他一时想不开，是不是啊？还有一种翻译就是他误判了，那就是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一时脑袋这个短路。对，他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萧条 depression，我也不希望如此。美国要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中国。你看川普这话会说哈，那川普也是两头说。他说完这话，他接着说，他说针对中国的关税计划仍然在10月1号启动。然后他就再加一句，10月1号是 eternity， 你知道啥意思吗？什么叫什么10月1号？10月1号是 eternity，就是那是永远，就是那是永久的意思，就是时间长着呢，这中间可以把很多事情搞定。你知道以前川普他在回忆录上讲过一个话哈，他说他经常要出席一些纽约很无聊的那种叫做社交活动的那些参会。他说他答应的时候啊，他都觉得说因为一般答应都是半年以后嘛，他就那个半年以后永远也不会来。那好吧，我就答应你了。到了那天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天哪，为什么要答应啊？所以这是川普很有名的在那个叫做交易的艺术里头讲他的人生经历啊。他想做同样的话，10月1号我要去加关税了哈，但那一天还早着呢，永远也不会来，不用担心。是不是啊？我说都是实话，真是这样哈。所以川普的话也是两头说，你看到没有？他意思就是说，大家安啦啊，用台湾的话，大家安啦啊！明天星期一股市不要崩盘，不要担心啊！10月1号我还加关税，可是那个日子早着呢。我就问问大家，明天股市会崩吗？会不会崩啊？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打不打仗？会不会崩？觉得会崩就写1，不会崩就写2。对呀。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对。然后呢，好，现在这样哈，川普说完话之后，大家你听这个万斯怎么说？万斯呢，星期天嘛，对吧？星期天一般这个叫做媒体都请他们上来做一些重磅长时间的一个访谈嘛。万斯就说呢，他说这是一场微妙的舞步，跟中国这边哈，但是情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如果他们用极具攻击性的方式来回应，他说我可以保证哈，川普手中的筹码远比这个中共要多。但如果他们保持理性讲道理呢，那我们也会这么做。当然我这么说我不想念太多的话哈，因为没时间，我就跟你讲我认为川普跟万斯是什么区别。万斯比川普狠。在对中共方面，万斯绝对比川普狠。你要再过3年之后换上万斯，我觉得中共还觉得还怀念这段时间挺好，还起码说他好话哈。大家能不能同意我这个看法啊？万斯真的是比中共狠，万斯的意识形态啊，比川普狠。对，比川普狠啊。万斯的意识形态是很清晰的。万斯比川普要毕竟还是个是个商人，是个商人。对，其实中共有川普，其实是可以跟他玩出一个局的，但是中共他绝对不会玩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脑子坏掉了。不能这么说哈，因为中共的心是不好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真的是为自己老百姓着想的那颗心，对吧？对，他没有的，就是没办法。对啊，关税涨没事，我们就大家来吃苦，对不对？对，就是一个叫做自古正邪不两立嘛。就中共就很典型，中共碰见川普就是邪正不两立。就一定是好不了啊！虽然川普给他足够多的机会，展现出一个商人的叫做什么来着？这个跟谁的讲和是吧？这个和气生财这么一个态度。对，中共也用不上。好，下面再说一下这格莱尔哈，格莱尔其实很尴尬，你知道贝森特跟格莱尔每次一去谈都回来，哇，这个像2个喜鹊就跑回来了，去，好高兴，没问题，大家安了。是不是啊？川普呢，其实呢，经常被他们忽悠。川普就说不用担心，完全搞定。我就一路跟他讲，从来就搞不定，对不对？我说的话没错吧？即使到今天，我觉得也搞不定。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先蒋总统啊，蒋介石先生跟中国叫3不政策，说错了，蒋经国1979年说3不政策，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
这个是这个说是血的教训。对，这个总结起来听上又很傻瓜，但其实是极其智慧的。你看，我觉得民进党哈，现在基本上在走这条路，他没跟他接触吧，没谈判吧，也没妥协，所以台湾现在还安全呢。你要跟他谈就完了，因为你跟他谈，我这话说了很多遍了，大家别嫌我烦哈。你跟他谈，当然要谈出个结果，对不对？这个结果往下就要执行的，中共说了是不算的。对。他啥随时吃，你跟他谈的所有的东西不全部是花时间吗？花时间耗精力，对不对？而且你当真，他根本就不当真。对呀，对吧？所以真的是 ，anyway， 好吧啊。结果格莱尔怎么说？格莱尔他原来是喜鹊，现在怎么圆嘞？他说我现在我认为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中共这个叫抢夺权力的行为绝对不会容忍。他真的很尴尬，你知道那个 Breitbart 啊，那个 Fox 的那个 Breitbart 就说，哎，你不是说都已经搞定没事了吗？怎么会这样嘞？他就很尴尬哈。确实啊，因为他跟那个什么格莱尔跟那个贝森特都是纽约的商人，没有见过中共这种 creature 哈，这种东西的。对，他想象不到。对，根本想象不到，只能说一个学习的过程呀。但是呢，这两位呢，就是真的有点太天真了。他不仅自己没学得慢。他把川普也往回扯，不然川普会快一点。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大家可以表达一下你们的看法。Anyway， 怎么样？你有什么评论或者有什么问题？什么评论啊？对啊，大家有什么评论没有？来。对啊，看看大家有什么。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是对的，这是世界和平。刘德华千真万确啊！这个三步政策看上去很笨呐，其实是极其聪明的，那就叫大智若愚，就是三步政策。大智若愚啊。是，你是与虎谋皮，对吧？与狼共舞，那是肯定赢不了的。啊、你跟他谈有什么用啊？这个国共合作，当年国共合作谈完之后，就蒋介石就丢了大陆，对不对？那个什么跟基辛格谈完之后就让中共做大，跟尼克松，然后跟那个撒切尔跟中共谈香港，最后就把香港现在搞得全部沦陷。对啊。小布什跟这个中共谈出来 WTO， 让中共20年经济涨12倍，美国只涨1.8倍。赶到美国这个后面几乎要把美国扯下来，这都是不诚实啊！如果诚实的手法，咱们赞成点赞，给他点赞，但都是不诚实的做法等等之类的吧。就是中共这种就是这种说了完全不算的这个情形啊，真的是让人慨叹。你看我们好像目前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比较多的人是选一耶，选一是吗？选一是什么来着？你说一是啥来着？一是他会那个嘛，他会一是什么？没，一是这个，一是中共是这个算错了，二是党内斗争是吧？对，不对，一是这个明天会没事儿，二是明天有事儿，股市嘛，对吧？股市，对，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明天股市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儿了啊，我想哈，那个可以说叫芳心笑谈，我们得弄个成语啊。芳心为爱不挺好吗？你一直要人家一定要接受你的 idea，请大家支持我，给我一票。来，还有什么别的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就往下走了。OK， 好。来，我们就往下走，往下走很好玩的。我们来讲一个硅谷大佬的故事，好不好？是你来讲这个故事。还是我来讲这个故事？你来讲吧。我来讲这个故事啊。大家知道这个硅谷现在基本上转向了，谁都承认它转向了。这个左派媒体也认为它转向了。为什么呢？马斯克，你说马斯克不是硅谷大佬，马斯克就是硅谷大佬，他是最近2年才搬走的。对啊。马斯克是100%的硅谷大佬啊。这个马斯克、扎克伯格、谷歌老板、微软老板等等一缸子，现在全部向川普靠拢。有的是有点虚情假意的，有的是全力拥抱，像马斯克真情实意的，但都在靠拢哈。但是呢，有一个人你没想象到他会靠拢，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Mark Benioff， 叫做班尼奥夫。班尼奥夫是谁啊？你懂软件工业或者懂数据库的话，大家知道班尼奥夫是 Salesforce 的老板，共同创始人。Salesforce 是什么公司？它就是那个CRM 的，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对，就是销售顾客服务系统这么一个公司。它现在在旧金山最高的楼就是 Salesforce Tower。就最高的旧金山的那个标志性的建筑最高的，那就是这个公司。来看一下，老板所建的。
来看一下，对，这个楼就是它是旧金山的，这叫做 skyline 哈，是由它来定义出来的最高的楼，远远高出别的楼，就有点像纽约的双子座哈，以前的双子座，今天的叫自由塔一样，就这么个情况。这哥们儿就长这样啊。好，下面呢我来讲他的这个新闻故事哈。下一个是什么嘞？啊，这个待会再说。这个大家知道哈。现在这样的，8月份，川普说啊，旧金山这个地方啊已经被摧毁了，被当地的极左政治摧毁。他说呢，我们得把那个地方清干净，我们也能清干净。但是说这个话呢，旧金山的人都抵抗，对不对？结果你知道这个班尼奥夫啊，我先说他的态度，先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哈。大家知道这个班尼沃夫呢，一向是反川的人 ，OK。他现在呢对川普的态度是大转弯，说他这个之前先说旧金山哈，那个方伟跟新田都是旧金山出来的，旧金山有11个选区，对不对？全100%的民主党人，旧金山没有左右之分，只有是中左还是极左。他就是有温和民主党人和极左的民主党人之分。对啊，你碰到一个温和派民主党人，你都已觉得很惊艳了哈。那么整个的社会气氛也是这样。所有的这个民选官员全都是民主党，全都是左派。那么其实所有的商人呢，包括我们在旧金山租的那个房子，那个商人也都是左派。你跟他讲这种经济理论，完全是这个极左这边不合适的。你发现他也是拥抱那些东西的，你搞不清楚你怎么赚钱的，你都弄不明白吗？但不管怎么说，在旧金山。议会开会讨论的就是 affordable housing， 没有说反对的，只是说建多少 affordable housing 哈，这可负担住房，讨论这房租管控做得多彻底，谈到最低工资怎么往上提，全这一套。会谈这个以前会谈这个街道旁边可不可以让他们流浪汉搭帐篷？对。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在旧金山这个城市啊，在政治地方政治上没有第二种想法，全都是做多少而已，没有说这么做不对。大家知道，您听我方伟说的话，我说最低工资房租管控全都是彻头彻尾错掉的，但我这个说法在旧金山完全没用哈。这个班尼奥夫呢，他是旧金山本地人，你知道，他1961年在旧金山就出生，然后呢，在这个大学的跑去南加大读书，读的是主修商业管理哈 MBA， 那么年轻的他就然后回到湾区，1986年就加入 Oracle。23岁成为 Oracle 最年轻的副总裁。哇，然后在 Oracle 出来之后呢，就等于拿着 Oracle 的技术，学到的技术哈，然后出去创业，在1999年就创立了 Salesforce，一个叫做顾客管理软件哈 CRM。然后呢，同时他也开创了这个叫做云端软件这个概念，叫做 SaaS 哈，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也就是说软件以前是买的，现在是租啊。租软件这么一个概念，那后来呢，他把这个 Salesforce 发展成全球最大的 CRM 软件公司啊，然后呢，然后赚很多钱呢。他同时又把那个2018年把时代周刊也买下来了，但买下来之前，时代周刊评他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然后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也不知道人家评他去买人家的还是怎么回事哈。总而言之吧，这个所以刚才说的哈，他的这个楼叫 Salesforce Tower， 是旧金山最高的摩天大楼啊，也是他成功的标志。那个楼就代表他。对，以前旧金山最高的楼是在那个叫Transamerica 对吧？在那个中国城。对，现在就被他比下去了。对，那个 Transamerica 是川普的楼嘛？是不是？不是哦，不是，说错了哈。好，不管怎么说哈，那个是很多年啊，这一直就是说整个旧金山最高的楼，就被他给比过去了。这就是一个旧金山长大的人哈，从来不知道除了左派跟极左还有什么别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他长期倾向于支持自由派啊，这个放纵派啊，社会进步议题啊，支持 LGBT 的权益啊。不过他那个就是说他在理念上呢是支持极左的，但是他就是在做政治现金的时候，他两边都卷。可是我查的资料，当然就是说捐左的更多啦。对，我查的资料是绝大多数是左边哈。2022年到2024年，他捐了像左翼一个叫做潮流基金会哈，叫 Tides 啊 ，Tide 就潮流嘛，加个 S 啊 ，Tides 基金会捐了超过2300万。然后呢，你知道这个 Tides 基金会是怎么回事啊？前2天被白宫点名是支持安提法背后的金主，金主之一。对，金主之一。川普说了哈，支持安提法的金主很可能跟我吃过饭，这些人跟安提法一样，我们全都要办的。就这个意思。结果呢，捐了2300万的，这个不少啊。另外呢，他还搞了一个叫做承诺
1%啊，承诺1%这个计划，就是鼓励所有的美国企业愿意加盟的，把1%的股权、1%的利润、1%的员工时间全部捐出来，用于慈善事业。结果9000个企业参加，这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事儿对啊。但是问题是在说，他把这个计划也是交给那个太子基金会去运作，所有的资源都给他们，所以不是在一家再乘个9000呢。9000个公司全部给他们所以呢，这是一个叫做绝对极左化的一个基金会。另外呢，这个 Salesforce 还像一个叫做暗钱组织叫做 Liberal Dark Money Group 这个基金会叫做 New Venture Fund， 捐了150万。这华盛顿观察家报呢叫做 Washington Examiner 就说呢，他跟一个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就有直接关系，就这样子的。哇！他还拼命鼓吹跨性别的议题通过社交媒体盛赞跨性别的这个运动员，并且为这个美国军队中的跨性别的人士辩护。就是他就是一直非常非常这个左边的非常非常旧金山的这么一个人。结果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吗？我后来想，他现在已经完全靠近川普了他在那个英王前几天这个款待川普的时候，他就安排他是怎么安排，坐到川普的桌子对面，他当面就跟川普说：“我非常谢谢你做的一切，你做的一切我全都认同。”哇，这一极左的一个金主现在跟川普说：“我支持你的一切。”对，而且你想，那个《时代周刊》不是把川普还弄成负面人物嘛？对，就是《时代周刊》是他的呀。所以呢，好，我们这回头我就去查这个人呢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我其实我先不说我的结论，我先给大家一些事实他呢，他的变化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呢以前一直批评川普，川普执政的前4年呢，他觉得川普的经济叫做什么来着？经济政策他还是认同的，但是其他所有政策全都批评。结果在2024年7月份，你要知道，在巴特勒那一枪打上去之后，那还是拜登执政那一枪打上去之后，他就在 X 上发文希望川普完全并且迅速的康复，并且谴责政治暴力，这就有点中性的温暖的表态。OK， 那么在8月份又过了1个月他呢就开始关于阿根廷总统米莱那个米莱不是上来这个锐意改革嘛，就是阿根廷的川普了，他就间接提到川普也支持这个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并且他欣赏川普式的企业式改革的理念。就开始说川普好话了。这是川普没有拿到总统时候你注意到24年的时候。对，然后又过了2个月，也就是去年10月份，在大选的关键时刻，他多次在他的贴文上 X 上就是批评哈里斯拒绝《时代周刊》访谈。他说川普接受我们90分钟访谈，你为什么不接受？结果他那个标题，他帖子反复强调说哈里斯拒绝访谈，但川普跟拜登都接受了，暗示川普更负有责任，更怎么样，更负责，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之后呢，那就是这个川普当选之后了，他就明显倒过去。那么他现在已经倒向，基本上倒的已经非常明显了作为一个旧金山的一个这个亿万富翁，他手里他值多少钱？你知道？他的身家差不多是70到100个亿，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在旧金山绝对是第一企业富豪然后呢，他下个星期呢，他的那个 Salesforce 每年9月份、10月份要开一个年会，对，4万将近5万人去来开会，你知道吧？他就在抱怨他今天跟纽约时报做了一个长专访，他在里头就明确的说他认同川普做的一切，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以前在旧金山开这个年会旧金山没有警察不够，我要掏钱去雇那个叫做休假的警察跟退休的警察，这次他还得雇对的，他说他等于是自己当自己的保安。是他说旧金山这是搞这什么名堂其实我记得，你知道吧？就是在22年的时候，他那时候那一年的那个 Dreamforce 的时候，开那个年度大会的时候，他就有威胁旧金山市政府，他说我要把它搬走，因为实在是一个是太不安全，一个是太脏，对吧？就是那些流浪汉然后随地对吧，大小便，然后随时的在那里打毒，那个吸毒。然后又到处都是这个公共安全的威胁，对，他那个时候就有威胁市政府，他就不爽了，就不爽了。这一次的话呢，他又是，结果他就到了23年的时候，23年8月份，就是23年年会之前呢，他又决定了，他说好吧，他说他又签了跟这个 Moscone Center，签了3年合同，对，说我还是留在这儿。
但是这是因为说当时的市政府呢，市长呢就答应他，会在他这个开会期间会帮他去搞治安，治安什么的。对，因为旧金山这个城市呢，净搞些叫做 defund the police 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警力不足。你知道我在旧金山呐，那个当初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在旧金山进到一些小商业，我跟他们聊天。你知道一个就是做那个 mailing 的哈 ，UPS 啊什么之类的 ，FedEx 做 mailing 的一个小老板在那，我经常去那去复印点东西哈，然后让他寄点东西，他就说门口啊，进门的前面就睡着一个流浪汉。是啊，我就说你怎么不叫警察把他拖走嘞？他说警察不会来的。我说为什么不会来？他说我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只会问一句话，有没有人 is anybody hurt？ 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流浪汉受伤？如果没有我就不来。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店就是你知道吧？你一个商店，你要推门进去，前面躺一个人，一个又脏又臭的人，你什么感觉？就是啊，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哈。但他说呢，他说有时候啊，这个市政府跑进来就指着他那个桌上机器说，这个机器要更新了，你如果不更新就罚你钱，当场就得买几千块钱的东西。他做生意这个机器跟政府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该管的不管，哎，不该管的管。对，所以呢，这真是旧金山的这个实际情况哈，就在这么一个城市。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班尼奥夫他就是这次，我觉得他跟几年前就是有点类似的反应嘛。然后他就跟纽约市这一次他就是跟纽约时报就是专门还说了这个事情。那其实旧金山呢，我们前几天不回去了一次嘛。对。他其实呢确实比以前呢是好转了一些。对吧？从治安来说，从这个流浪汉在街头的住安营扎寨这情况来说，比原来是好了一点了。但是这个班尼奥夫他就说，他认为呢，旧金山还缺1000名警察。啊，你知道现在旧金山警察现在是多少人吗？多少人？现在我看一下，我有查过，3000人有没有？目前1500啊，这么少？这么大个城市？大家知道旧金山是美国最大的小城市。对，或者美国最小的大城市。旧金山其实只有大家知道只有80万人，80万人口，但它名声很大。它是个小城市。但名声很大。对，所以他认为呢，班尼奥夫认为还缺1000名。他说，因为按照以前的标准，你每个街口都要有警察。其实你在想哦，就是在旧金山，他以前也地方 police 嘛，对吧？就把警员。现在呢，其实他现在不主张地方的 police 了。OK，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家那些 flash and grab 对吧？就是快抢啊，这些事情快抢团就已经把这个旧金山最有名的这个市中心的购物中心叫联合广场还有一个 Union Square 全是名店，现在全是关门，不是全是关门了一大半。还有就是那个 Market Street 那边有一个 San Francisco Center， 旧金山中心，全都关门了。就是最好。你上次还有拍呀？我有拍啊，你们没拿给大家看。对，我们还没时间弄出来。哇，真的很惨，全都关门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 Union Square 那边哈，就是那些什么 LV 店呐，这些被抢了之后，你知道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把警察在那里加强警力啊。你还记得吗？他在那个对面呢，有一个就是警车很大的警车，它是叫 Mobile Commander。OK。就是他的移动司令部，旧金山警局移动司令部已经搬到那儿去了。所以就说他要保证治安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要加强警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难怪这个班尼奥夫他就说我们缺警察，所以他自己开年会的时候，他自己要花钱。自己当自己的保安。对，但是旧金山市政府呢，又真的是很想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带来的生意，他有将近1亿美元的收入。所以每年他给旧金山带来将近1亿美元的收入。他把这么一个 building 的老板赶走。对啊，所以，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次跟那个《纽约时报》讲的这个话出来之后，是各方都在反弹呐，是吧？然后这个市长也反对他，因为那个市长其实他市长换了，对吧？换了一个商人，但是这个市长说他说我的目标是就我们警察要增加500人，不是1000人。那还好，这叫做温和派跟温和派的区别。对，然后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正在尽一切努力降低犯罪，而且已经见效了。今年已经这个犯罪率下降了30%。旧金山的好的氛围正在回来，更多的办公空间也被这个租赁了，然后城市正在走向上升的轨道，然后旧金山地检长呢，这个地检长其实也不错，对吧？比以前的那个温和派民主党人，
对比以前那个旧金山温和测试要派好很多。温和派民主党人就是优秀了。对，但是他就说，因为这个 Benioff 就说嘛，他是主张说让川普就派这个国民警卫队进来。对，我刚才忘了说了，对吧？这个事情对呀，他说他公开新闻呢，公开呼吁川普派国民警卫队来，我们警察不够。对，但是这个地检长就非常反对，他说告诉川普先生，我们不需要也不想要你提供的那一套。我们每天都在做该做的事情，让旧金山更安全。就是他们还有一点自己的 dignity， 一个面子，这也值得嘉奖哈。但是你最好多增加500到1000个警察就好不好？对呀，那增加不上来还有什么说的？人家国民警卫队一进来，500个人就进来了，不花任何时间，不花你一笔钱。对，你看那个叫什么华盛顿 DC 的治安，对吧？他一下子真的就没有一个谋杀案发生。所以你说面子和你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的福祉去比。你要真的是人民公仆的话，哈，对不对？那美国这个政治设计下来才是人民公仆呢。这国民警卫队进来，你不花钱，不花精力，什么都不花，而且效率特别高。对呀，对吧？你干嘛不要？我这傻瓜才不要。对，当然，旧金山现在的这个地检长和市长呢，确实比以前呢，他们的就是从成果来看是比以前要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反正这次去了，对吧？我就发现就是说就是说治安要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商业没有回来，因为它一旦这个商业被这个伤害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快回来的。哇，就是还是一个店连着一个店面，很惨，全都是关的，很惨，真的很惨。其实我们在旧金山湾区住了那么多年，看得很痛心，对吧？对，真的跟以前的旧金山真的没法比了。你知道那个加州啊，加州的2个珠子珍珠，就是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洛杉矶嘛，对不对？当初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 Graduate， 那个对吧？毕业生那个片子 ，Dustin Hoffman 得奥斯卡奖的。这个 Dustin Hoffman 开过那个金门大桥的时候，那个音乐啊，那简直那就是美国文化的标志啊！哇，现在那个时候是旧金山是全美第一旅游城市。对，我们那时候去旧金山是最美的。你在旧金山北边有个那个金门大桥那边哈，有个山，在那山那边往这边看旧金山，就是像看一颗珍珠一样。但今天还是了。对，因为你就远远看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地貌哈，你不可能看到这里头的这个 homeless 啊，这游民这些脏乱差的东西，就是看的就是它天气又好，阳光终年灿烂。就是这个云雾，太平洋的这个叫做水汽进来的时候，就像个腾云一样，就是这云雾缭绕的城市，那真的就是天给的一个天堂，是一个人间天堂哈。它的那个北区还叫做这个地方叫做 Paradise，是不是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地方。现在搞到天哪！我们跟大家花时间讲旧金山，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要偏爱哪个城市，大家知道那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Pelosi、Gavin Newsom、Kamala Harris 都是旧金山出来的。旧金山是引领美国政治的一端的那个最前锋的，所以这个城市的变化也非常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美国的大事，不光是一个这个旧金山的大事，加州的大事哈。是，所以你看旧金山可能它就是一个。这个钟摆到了极处，对吧？往回转，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在西边的这个钟摆往回转，但是在东边这个纽约市这个市长要开始又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那川普叫他共产主义者，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结果人家就是有媒体问这个蒙达尼哈，这个民主党的目前的候选人，对吧？其实他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然后他就说。你说你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川普说你是共产主义者，你到底是什么人？好问题啊！对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最尊重人的 dignity。我听了一句，听到了我就想说天哪，他们真的是，然后这个记者就没话讲了，你知道吗？就是美国人真的不懂啊，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人的尊严有吗？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啊，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尊重人的尊严吗？他居然就讲这种话，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反驳他，就是现在这样你就很遗憾当时你不在。对啊，他要是他是开记者会这样的，我肯定就会问他。所以现在在纽约他的这个市长选举就不到1个月了。再过1个多，在10月24号就开始提前投票了。他现在目前这个蒙达尼的这个民调还在最前面，真的是，所以 amazing 啊！所以就是对比这2个
美东美西这2个城市啊，你就看这个，就是因为像蒙大利它要实行的什么冻结房租。对吧？要什么免费巴士？他以前也提过啊，要 defund the police 啊，现在他又改了，对吧？但是这是他以前说的。然后还要什么？还要就是政府来办这个注射免费毒品注射，这个都是旧金山做过的。Been there, done that， 现在不干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纽约，大家知道那么多人政府哈，这个提供免费毒品注射是什么一个逻辑吗？什么道理吗？因为这些吸毒的人呐、吸毒的人这都是吸毒是人权呢。啊，你要吸毒啊，要他是说要防止它过量。我跟你讲嘛，就这意思嘛。既然是人权就不能挡。结果他们就开始这个叫履行他们的人权啊，这个买毒，这个叫什么贩毒啊，这个买毒啊，这个注射毒全都不违法，然后把自己直接一注射就死掉了。他说那这不行啊。这个我们政府我们有护士来帮你注射合适的毒品，让你别把自己注射死了过量了，这样以后可以继续注射。结果政府堂而皇之开始办起这个注射毒品所。我天哪！你说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在旧金山全都试过，对，全试过。然后这些东西现在要搬到纽约去。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旧金山还真慢慢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换了一个温和派的左派市长。换了一个温和派的地方检察官，这2个呢都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收拾毒品贩子都是蛮铁，就是比较硬的，所以他就没有了。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纽约会出现 ，I hope not， 但是看这样就会出现。而且纽约的你知道房租管控哈，它是比旧金山还厉害的，你知道吗？很比例分，你等把房租全部管控住了哈，那确实哈，不要涨房价，大家都便宜租房，就没有房子可租了，马上就叫做什么来，供应就不到。就会出现这个货物紧缺，货物紧缺，接着人家还是要租房，对不对？然后就是会出现黑市，就一方面呢，市场上什么都没有，下面就黑市有人在那大赚其钱，这就是最典型的社会主义的现象，在纽约要实现，这是用逻辑想一想就知道。可是他们还是会支持，还是会支持。但这个蒙达尼他真的很会弄这个 social media， OK， 他真的很会弄，然后他整天微微笑的，你知道吗？然后讲的话都是大家爱听的，说我要让这个纽约变成 affordable，但是他真的 affordable， 他就这几个对吧？免费巴士，这个市营的5个市营的超市，你说这个能解决啥问题？供销社，然后冻结房租，我就觉得大家为什么不去问问？就是其实你知道，他是一个 elite， 他是一个精英，你知道吗？他爸妈非常有钱，对吧？然后他自己住的，他这么有钱的哈，租的一个就是冻结房租的一个公寓，就大家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你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大家不会问，大家觉得他很高尚。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人没有病过就没办法，他总是相信社会主义挺好的，虽然从来没有成功过，搞不好我们会成功嘞。这就是美国年轻人现在想的，非常非常简单。对，然后他还有一句话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是一讲到人家，他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他说我什么都不管，我就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金博士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叫他是社会主义者，你可以反正叫他什么。我只要让上帝之下的每一个人全都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这个财产的分配。OK， 对。然后他就是说所有的媒体听到了这句话哈，就都被他堵住了。天哪！对，美国这个国家，它的之所以成功，它就是不搞财产分配。对呀，但是他就把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来堵大家的嘴啊，他就说我就是要为了把大家来平均这个贫富这个拉匀了。哎呀，反正就是说今天大家就买账了。今天我本来去咖啡店要去做一些正事儿的哈，我去弄我的会员，结果后来就打岔了。为什么嘞？因为 X 上有个人呢在那。一个女生在那贴帖子，把中国的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一个地铁站贴出来，那个地铁站哇，那个漂亮啊，他就跟我对啊，他就贴出帖子来说，美国根本就完蛋了，这根本比不上中国。我就说，我说你知道那个地铁站那个就那么几个人，你不知道他绝对是个赔钱的地铁站吗？就什么叫政绩工程啊？
anyway， 反正他就说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美国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不安。他这么说，大家评价一下。我就回他，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回他。我就说全世界所有的人呢都想来美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只有一种人不这么认为，就是美国自己的年轻人。我说现在你觉得，他说他去中国访问过，觉得中国什么都很好。我说那你就搬去呗，对不对？你知道我说，但其实你知道吗？我发现哈，我们有不少华人，在美国的华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有一次在那个飞机上就碰到我坐在旁边的乘客，他就说呀，这个刚刚从中国回来。中国真是好呀，这个吃的呀，然后多方便呐，然后这个地铁又多快呀，说真是样样都比美国好。然后最后呢，他说了一句，他说还是得回来，他住纽约的，说还是得回来赚美金呐。对，就两边得好嘛，句话，就两边得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为我们华人可悲，你知道吗？就是说，就都这样来觉得，就是说。讲的不好听，就是等于是开美国的油，对吧？就是你在美国去享受它的好处，然后呢又去 trash 它，又说它啥都不好，然后到中国去享受好的东西。那就像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就搬去中国呢？对啊，就是我们如果华人去就是都是这样的 mentality 的话，那这美国你说。对，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它内部，它的表面上光鲜亮丽的那些繁荣，它背后到底怎么样？你知道中国的高铁全是赔钱的，它只是说这是所谓的国家的，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只要是国家的，那意味着谁都不负责，但是他能造得很亮丽啊。对啊，他造的亮丽是因为他要当官，他要升官呢。我造得很亮丽，我请领导一看，我政绩出来了，我就可以升官了。我走了之后，这个地方赔多少钱，那我才不管呢。中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泡泡。起码我这么认为哈，大家同不同意？我有朋友跟我讲，大连的叫做什么来着？大连电视台，大连电视台这是国营的那个媒体啊，已经几个月还是10几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里有没有大连的朋友？有没有大连电视台？能不能说一下，现在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大家说说看，好吧？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也不想错判。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很多的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来。公务员是中国大陆生活最好的一批人，应该是，当然除了那些你这个企业主啊，赚钱的企业主，他是最好的一批，叫做什么？叫做工薪阶层。如果他们的工资发不出来的话，那大陆到底怎么情况？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个，就是说推荐我们这个翻墙的一键翻墙的这个东西啊。这一键翻墙呢，我们每个是这样的哈，这个美国的高科技工程师开发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东西，这个很强的东西就是一个链接，寄到中国去哈，或者微信发过去，或者 email 发过去，不管怎么样发过去，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整个海外的世界，很多很多的视频啊，就像包括这个视频，然后呢，翻墙的人都没有任何障碍，什么都不用装，一点就打开。然后还不知道自己翻了墙。如果比如说他们把我们这个节目发过去，怎么发呢？就很简单，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就发过去，一点就打开。然后后面不光我们这个节目，多少个海外几十个上百个频道，他都可以看，还包括文章。那么这个链接呢，他在微信里打开，不对，看了不挺好吗？再分享给朋友，在微信传播都挡不住。他不会怀疑他的，不是他，因为他查不出来，不可能用人眼去看嘛。他技术上他不能够识别出它背后是一个海外的链接。所以呢，它就会不断的流传。那么一个链接可以成百上千的人用，所以非常好用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流量越大的话，就是费用越大。这确实就是让防火墙消失在中国老百姓那里。所以呢，这个事情不可能向中国老百姓收钱。为什么呢？第一呢，你收钱对他来说不安全。对。第二呢，中共一看到，可以把钱给你掐住，因为在中国国内嘛，对不对？他当然掐得住你，还是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呼吁的就是海外的华人，这个付这个费用，帮助国内的这个朋友。所以2000块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可以产生100个链接，每个链接可以成百上千的人用。对，我们现在已经发出，对，现在我已经筹满了16个 block 了。
对，就是谢谢对，真的谢谢大家哈。其实对啊，就是我们说实话，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些中国的事情，不是说是为了要它不好，对吧？其实我们是最爱中国的，也特别是我们在那里的同胞，对吧？所以也是就是说特别的关心他们。像有这么好的技术，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方伟啊、李牧阳啊都一直在宣传，对吧？对，享受对啊，就是享受自由的人呢。我们觉得我们在一个安全的一个怎么讲很好的环境中，我们也得为中国的老百姓想一想。是。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捐款呢，就是非常谢谢哈。基本上2000个 block， 一个 block 产生100个链接，然后每个月会给你。你如果捐的话，这个月就会给你送一个报告，说你的这个你经费产生了多少的这个 traffic， 有多少人这个看到了哈。总而言之吧，中国我觉得就是不管中共哈，他的谎言说的多么的厚，那个真相像一根针一样的就能刺过去，就能穿透它。对，其实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说，我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个事情我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虽然好像觉得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历过6·4嘛，对吧？对，在6·4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有独立思想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说，虽然就是也是懵懵懂懂的，也就是在旁边看看而已，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记得，很清楚啊，在这个复旦宿舍里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6·4那天啊，就不知道觉得说，哎呀，一定要听一听这个美国之音，可能才会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平时从来不听的，你知道吗？但是那时候就是有收音机，就是有短波功能的嘛。我还记得把那个收音机拿到墙外面窗外面，滋滋啦啦的，就试图就想要听到这个真相，因为其实我觉得。想知道真相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本能，是对。然后呢，就说后来就回家了嘛，大家都学校都一定要大家回家。然后我看着中央电视台，你知道吗？就看到李鹏啊、什么远木啊什么的，就很对他们很生气，就觉得他们对学生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OK， 那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到了美国，对吧？到了美国之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了学英文呢，我就上了一门英文写作课。然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我觉得讲这个过程哈，大家就能够知道说，中共它的这个宣传机器对我们中国人的洗脑有多么的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就是写每天要写文章嘛，就有一次就写 my something，就我就写了我的6·4，my June 4th， 我就写我当时的经历，好，哗写下来了之后，然后我最后有一个结论嘛，那好交来了，那个老师还觉得说写的蛮好的，那我其实忘了我自己怎么写的，后来过了1-2年呢，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那个 paper， 我就说我很好奇我当时怎么写的。我就看到最后呢，我自己都惊呆了。为什么呢？我最后的结论我是怎么写的哈？我说现在我意识到了，学生们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意图，但是我就说 they have good intention，但是他们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了，他们变得暴力了，所以政府才镇压他们。这是我，你想怎么看？我认为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对当时的中共头对吧，李鹏什么也是很气愤的，但是我最终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那时候已经是来了美国了，但是当然我后来又去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又过了1-2年，那当然在美国对吧，看到的真相更多了，所以那件事情对我后来做媒体呢也是影响非常大的，我就知道了中国人哈。被中共啊这种非常非常 insidious 的，就是他非常邪恶的那种洗脑方式哈，就能够灌输的让你觉得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是就是说他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对啊潜移默化之下，把你脑子洗了，你还不知道，你还认为自己很有主意。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写出那样的作文，你会写出来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个6·4一结束我就出国了，我90年出国，你在中国又多待了1年，这1年就被他洗脑洗成这个样子了，区别就在这里，是吗？对啊，我不知道因为你离开中国之后，这个中共的宣传追不上你了，就那一年。
就那一年，就把你洗成这样。其实就说，我觉得哈，就是我当时看着这个中央电视台，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没有相信他，但是看了多了就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但是你认为，我认为我自己这个做出来的判断是不是受他影响的？这个就是中共他很多人现在也这么看的，对吧？对。所以呢哈，咱们说的这些话，通过这个一键翻墙、一链翻墙哈，点击就会。中国国内的人民，这个老百姓就会听得到，对，他就有希望，就是说可以思考啊，对，让他自己真正的是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说以为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其实呢已经被中共给灌输洗脑的不行了。对，其实中共啊，我的看法，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中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而成，也可以意识形态而败，你只要捅他的意识形态，是把真正的这个真相讲清楚，他自己就败掉了，他也没有多少实力。它就是一套思想，一套说法。纽约也是这样的，就这样社会主义啊，这套理论也是这样，它就是一套意识形态。当你把那个意识形态讲清楚，它就不成立了。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后来做媒体哈，就当时这个事情就你知道吗？我就 reflect on it，就是我就感同身受，我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对一些华人就说就是去相信，就是说会相信中共的一些谎言，对于6·4也好，对法轮功也好哈，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就是我自己的那个经历，但是呢，我就更让我觉得说做这个独立媒体的重要性，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事实。是，当他知道的事实是被这个共产党或者说政府有意。对吧？有意塞给你的话呢，这个对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迫害，不是说 physical 的迫害，但是是精神思想上的迫害。其实我们中国人真的几乎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受共产党迫害的，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就说人的一种知情权真的是非常神圣的，就是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的，对吧？那被这种政党对吧？这么去不仅剥夺，而且他来扭曲你的思想，其实真的是一种最大的迫害。是，好吧，我觉得就这样哈。我觉得海外的朋友，我们对国内是有一份怎么说呢？道德责任哈，是道德责任去就是义所当为的事情。当然了，全是也都是出于自愿。我觉得将来中国变好之后，大家会回头看，在这段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对不对？将来可以跟子孙说，那时候我做了什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人类真的，就我觉得几百年过去之后，谁不记得谁记得这个历史会记得谁最有钱呐？啊，谁是那个什么刚才说班尼诺夫啊，班尼奥夫啊？没有人记得，就记得你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对，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啊，我们的观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儿哈，我们凝聚在一起啊，为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未来留下有意义的东西，对不对？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对吧？家人亲戚，其实真的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嘛，对吧？这个是不会变的。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真的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同胞做一些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好。我们讲了1小时了哈。啊，1个小时，那还要讲轻松一点的吗？你还有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川普儿子的那讲。OK， 对，其实我做了个节目，但是在你的频道上可能很多人还没看到，其实就是下个星期二呢，川普的二儿子 Eric Trump 会发表就正式发布一个新书，叫 Under Siege， 被围困。他其实主要就是他从自己的成长讲起哈，那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川普家族在这些年将近10年之间，他是怎么的 Under Siege，被围困。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其实里面比如说就讲到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对吧？川普的儿女都长得那么好，因为很多的富人、名人的子女，其实说实话，很多会走偏，对不对？因为从小啊就被这种名利啊，在名利场上嘛，对吧？很不容易，就是说能够长得那么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句话总结，那其实他就讲了，就是说他们3个孩子，其实就是说，小川普，然后伊万卡，还有这个 Eric，他们的妈妈是川普的第1任太太嘛，叫伊万娜，对吧？伊万娜她是欧洲来的，也是一个，她以前是奥运的滑雪手哦，然后后来也是时尚界的模特嘛，就是非常有名。但是她说，大家所不知道的就是。她作为妈妈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妈妈，虎妈。
虎妈，他举个例子哈，他就说如果他们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时候啊，他妈妈会怎么做，你知道吗？他说他会用他的假的指甲，掐到小孩这个脖子肉里。然后揍一顿，我说哇天哪，这个有点太厉害了。这叫做不叫惩恶扬善，就是说惩错，哎，这个叫扬对。小孩做错了一定要负反馈。对，所以他一定会记得。他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教训，你知道吗？然后就说他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是小时候，他后来就是他去做那个上那个 boarding school，寄宿学校嘛，到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那天他就很快要高中毕业了，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妈妈那天是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哦，你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他妈妈那个Ivana Trump， 他就什么啊，你等，结果他一看自己的日历，他说因为那天是那个Monte Carlo 的Grand Parade，OK， 就是在摩纳哥举行的，就是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然后Eric 就说妈，这个可是我的高中毕业呀典礼呀，然后你知道他妈妈跟他怎么说吗？他说 Eric 啊，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白痴都能够高中毕业的。他说他真的就这么对他儿子说的，就真的就没有去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That's a big deal。然后就说Eric 说你别搞错，他说好像我是被妈妈抛弃的儿子啊，他说他很爱我的，他说这个就是他说他妈妈就非常的务实，而且他讲的就是一种实话，你知道吗？很实用的。然后他说就算我是 MIT 博士毕业，他说他可能都会这么来跟我说。其实可能我觉得反映出就是说这个 Ivana 他就是说他不会说那么的注重这种仪式感，对吧？你要真正的要有成就，你是要对吧实打实的。然后呢，这个 Eric Trump 他从小你知道他从几岁开始就到工地上去干活吗？几岁？11岁啊，11岁啊，11岁。然后他就讲了那个川普，他有一天就是跟着川普开着劳斯莱斯在街上开嘛，结果就路过一个地方，就看到有一面墙，然后有一个墙那个叫什么石工啊，就坐在那里，因为那是个意大利人，然后川普说就把车停下来，他说跟 Eric 说，他说你看，他说这个墙砌的真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墙，他说我要去跟那个人谈谈。结果川普就跟那个石匠你来我往的就讲了很多关于石头啊墙啊这些的，最后川普说我真的是非常欣赏你，我要把我的工作都包给你。然后他就让他的儿子 Eric Trump 从此以后每个夏天就跟着这个石匠学手艺。哇哦，所以 Eric 会砌墙哈。他就跟着他学手艺，而且他说那个是个意大利人呢，叫 Frank Sanzo。他说这个 Frank Sanzo 他真是个粗汉，你知道吗？他说我要去戴个手套去，他就会笑话我，说你在做石匠，你干嘛戴手套？绣花吗？对，所以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当然有讲到后面，对吧？川普他要开始2016年竞选的时候嘛，他就把那时候。Eric Trump 他是1984年生的，所以16年的时候他才刚30岁出头，他就把 Eric 叫来，他说：“孩子啊，我要去干这个事情，我要去竞选总统了，我就把这个川普帝国就交给你了。”然后他就接下来了，然后川普又就说你把你的这个怎么哥哥姐姐什么的都叫下来，他说我要跟他们开会，然后就跟他说你们老爸要干这个事情，我们一起干吧。他说因为在他们家族所有的事情，盖酒店、高尔夫球场，什么什么的，赌场什么，他说全都是一起做的，所以他说家庭会议，家庭会议，对，所以这个事情他说去救美国了，去救美国，Go Save America， 也要一起做。结果他说，Eric Trump 第一次上电视就是关于谈政治的事情，是怎么上去的吗？然后那一天，他说他老爸就给他打电话，他说 Eric 那个 Megyn Kelly 就以前 Megyn Kelly 是福克斯的一姐，他说他
要把我批得一塌糊涂，他说是个移民政策，他说我需要有人帮我辩护，你去吧，你去吧。然后艾克说，哎，老爸，我只会造这个酒店呢，还会砌墙，我会砌墙。他说我可不懂什么移民政策。他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连什么这种选举人团呐、什么全都不懂的。然后他没办法，他就去了。他说就面对好像还有什么非法移民跟他一起要辩论什么的。他说他在那里，他说他就中了那句话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不懂装懂，直到搞懂。对，他就这么着，他就也走上了。你知道这个 Eric Trump 哈，在川普被那个他们就是控告的时候啊。他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发言人了，因为川普他被禁言嘛，是对不对？那个 gag order， 是，结果就是他说他就不得不站在法院前面啊，他说我在那里就是尽量就扯开我的喉咙喊呐，就是他就说这些事情就是真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料到的啊，但是他们这个整个家族就在做这个事情。川普就一辈子都是平民说白了呢就是说。一个很优秀的平民家族，看到美国要沦陷了，气不过卷起袖子来把美国就救了。这就是川普的故事。是他80几年的时候，对吧？85年左右的时候。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是人才辈出啊。这些只是以前不从政而已。川普现在身边的人全都是商人，不能全都是，60%以上是商人，而且40%到50%全是亿万富翁。这些人全都是看到国家不行了，不可以这样子。卷起袖子来把国家 fix。对，你看这次，而且什么钱也不要。对，这次在以巴那个谈判，对不对？其实都是他，这是他们说嘛，说是就几个地产商去谈下来的。所以说，美国最优秀的人呢，我这么说，我不想说的很绝对哈。美国很多优秀的人都在商界，从政的人都是那种本来就很有兴趣的那种。这种人其实并不多，最优秀的人都是在商界。所以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很多从政的人，就是你知道很多 small business owner，对吧？他会去从政，为什么？他就觉得哇，这些政策，对吧？开始影响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不行了，我得要去起到我的作用了。对，所以这个国家最好的政治就是 bottom up 啊，就是老百姓出于自己的经验，出于自己的愿望，出于服务国家的一个心愿跑出来竞选，然后最后可以得到大位啊，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真的叫做过来人，是对不对？他自己是他要服务的那群人中长出来的。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像在加州啊，其实加州的州议员很多，都是自己从来没有，他们叫 sign the front of the check，就说自己没有做过生意的，都是什么 lawyer 啦什么的哈，或者说什么 social activist， 他说都是签这个支票后面的，就是拿支票的，所以他们就讲说你要是要做签支票，就是签支票正面的人，正面写支票的人，来治理国家。对，所以 anyway， 就是这个 Eric Trump， 我觉得哇，他写的这本书哈，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就做了一个节目，如果有兴趣，就是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新田面对面看一下。新田面对面哈，去了之后赶快订阅一下。新田虽然做的节目不多，但是呢，每个都非常非常好哈。像这个钻石一样，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在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做个推荐哈。这个推荐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如果年纪大了哈，体力不如以前了，皮肤松了，这个睡得不好，都跟老化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衰老并不一定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很大胆的一句话哈。我想说的就是杨景端医生呢开了一门课啊，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他在牛津大学啊，这个美国的杰弗逊大学任教哈。他整合了他是整合医学领域的权威啊，重新研究怎么让人活更久，而且是健康的活更久，所以呢，他这个课程叫做，那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对，叫做抗衰老，不是很多人，每一个人呢，它叫做抗衰老和长寿这个智慧系列课程啊。所以杨医生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呢，带您重新认识老化这件事情，什么叫生理老化，什么又是可以预防的病理老化。那么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的这个说明栏哈，输入优惠码方伟，就可以享受课程的入门的这个优惠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是很推荐。杨景端医生是很棒的哈，第一流的医生。对，其实尤其是对吧，我们现在要看那么多的新闻，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身心还是有点疲累的，是，但是得要关心。
那与此同时呢，自己的健康又非常重要。就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好的产品，还有像这样好的课程，就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看着我们的节目呢，也有所收获。也记得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同胞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一链翻墙的这个募款，大家如果能够有余力的话，当然没有余力就别做了哈，没有余力就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节目，对好不好？对对对，就是有余力的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心的出心。小龙女才来啊！小龙女给我们出了个什么名字？叫做什么？甜言芳语。甜言芳语啊，我非常喜欢的，听上去像甜言蜜语一样。OK， 甜言芳语还可以，谢谢小龙女 ，Good job， 让今天非常高兴哈。Joyce 林说 ，May I know her show's name？ 叫做心甜面对面哈。小编打一下吧，心就是辛苦的辛，甜就是恬静的甜，心甜。对，可以把那个节目面对面链接发一下。Jim 就说哈，耿耿骂说，我今年秋天没有回去，怕吃预制菜。对，国内现在很多预制菜，大陆经济不如以前好，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差。别的地方呢我不知道，老上海呢没有如何的影响，新上海人呢就不行了。回老家的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成问题。OK， 好，谢谢您的反馈哈。所以 Jim 显然是上海人是吧？上海人啊。对，像这种东西我都非常需要啊，我们需要中国大陆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哈，包括很好，包括一般变化不大，包括不好，以及说哪个城市，大家留个言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以你了解的中国的经济情况，我们要摸一下哈。现在很多美国人读中国经济多方的了解也读不准，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观众其实是最实在的哈。你看欧阳。这个方伟你会喜欢。什么？他说方伟的放心为爱更好，有品味，巧妙贴合成语，上口好记，而且有很好的寓意。方心，两人姓氏合一，为爱一直没有停止，持续蓬勃发展，愈兴旺。Yes，all right， 谢谢。小龙女，谢谢哇，支持。谢谢小龙女的支持哈。不光是支持这个打赏，而且支持我们的 idea。小龙女又有一个高见了，她说新方见道啊，新方。观天下事，见人生道。哇，很好，真好哎。小龙女很有才哎。对啊，我们让大家来，我们收集一下大家来投个票哈。好，我们Paul 丽说他在纽约市就绝对不会选那个蒙达尼的。OK。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别的？看看。玛丽杨他说越来越欣赏心田，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那方伟嘞？谢谢。这边也讲个已经说了很喜欢这个节目了。OK， 好，谢谢，喜欢心田没问题哈。这个方伟不妒忌。好了，我们别拖大家时间了。好的。Happy Thanksgiving from Canada 啊，加拿大。明天是加拿大的 Thanksgiving， 明天是 Columbus Day， 对，其实也是一个节日。对，就是哥伦布，我在那个美国史话里专门讲了哥伦布的故事嘛，对吧？哥伦布真的也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哦，探险家。但现在在美国也是被这个极左污名化嘛，搞得哥伦布的名字都不敢讲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改街道名啊什么的好，那就这样喽。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收看明天早晨的早安美国，好多的精彩新闻，我现在都没有说哈好多的东西，明天再跟大家讲，包括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的情形哈，包括台湾的能源问题等等之类的哈，还有以哈和平协定的纵深的故事。OK， 那就明天早上再说喽。OK， 感谢大家收看，好，拜拜，晚安。